各位银铃智囊的朋友们，咱们节目开始前啊，我先请大家回忆一下，还记不记得2023年3月那个兵荒马乱的周末，硅谷银行一夜之间说倒就倒，紧接着签字银行、第一共和银行接连爆雷，那时候你是不是也心慌慌的打开手机银行，盯着里面那串数字，生怕一眨眼就变成取不出来的乱码？要是你觉得那场风波已经过去了，今天的节目可能得让你重新坐直了。因为我最近翻看了好几份从华尔街内部流出来的宏观报告，还有几家外媒特别严肃的深度调查，发现他们反复提到一个让人后脊梁发凉的时间点，2026年。这些报告里的线索啊，都指向同一个预测，2026年，全球银行业很可能要迎来一场比2008年更隐蔽，但破坏力更大的倒闭潮，而且这回外媒可不是泛泛而谈。他们甚至隐晦地点出了4类具有极高系统性风险的银行名单。这真不是我在危言耸听，我在商海里扑腾了这么多年，也算穿越过几次牛熊周期了，太清楚金融危机的脾气了。它从来不会在你毫无准备的时候突然消失，它只会像冬眠的蛇一样蛰伏起来，等着下一个更脆弱的引爆点。今天呢，晴朗我就要拨开那些晦涩难懂的金融术语，用咱们老百姓都能听明白的大白话，好好跟大家聊聊这几个关键问题。为什么偏偏是2026年？那4家被点名的高危银行到底长什么样？最要紧的是，咱们普通老百姓，如果存折里的钱超过了一个特定数字，一旦出事，保险公司可能真的1分钱都不赔给你。这期节目关乎你的钱袋子，关乎你全家老小的抗风险能力，请大家一定耐心看到最后。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，首先咱们得来聊聊底层逻辑，为什么外媒和那么多机构都把时间点定在2026年？这可不是算命先生掐指算出来的，这是基于债务周期的数学推演。大家要知道，银行这门生意说穿了就是借短贷长，吸收咱们的短期存款，然后放贷给企业，或者去买那些长期的债券。可现在呢，银行业头顶上悬着2把达摩克利斯之剑，的一把叫商业地产，第2把叫债券浮亏。咱们先说说商业地产这颗雷，这是目前最大最醒目的雷。你看看现在各大城市的写字楼，不管是纽约、伦敦，还是咱们国内的1线城市，空置率高的吓不吓人，居家办公成了常态，企业都在裁员缩编，写字楼根本租不出去。可是啊，这些写字楼背后的贷款，很多都是在2020年、2021年那种超低利率环境下签的，期限一般是5年。你掰着手指算算时间，2025年到2026年，正好是这批几万亿美元规模的商业地产贷款集中到期，需要重新谈利率的时候。你想想看，当年的房东借钱的时候利息可能只有 2%， 现在要去找银行续贷，利息可能已经涨到了 6%， 甚至 7%， 而他楼里的租户却跑了一半，这会引发什么后果？违约，大规模的违约。而这些贷款啊，大部分都躺在那些中小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里，这就好比银行借出去的钱变成了烂账，收不回来了。第2把剑是债券浮亏，这几年美联储暴力加息，导致那些老旧的低息债券价格暴跌。虽然银行可以嘴硬说我不卖就不算亏，但这只是会计上的游戏。一旦储户因为恐慌跑去挤兑提款，银行被迫要卖债券换现金，这些浮亏就会瞬间变成实亏，直接击穿银行的资本金。硅谷银行就是死在这个上面的。而到了2026年，很多银行依赖的紧急流动性工具可能已经到期失效了，或者根本覆盖不了那个巨大的窟窿。那么在这种背景下，外媒点名的那4家系统性风险银行，或者说4类高危银行，到底是谁呢？为了避免法律纠纷，晴朗我不会直接点名道姓说某某银行明天就要倒闭，但我会画出他们的素描像。你拿着这个素描像去对照一下自己存钱的银行，如果全中，那我真心建议你赶紧考虑搬家。第1类被点名的是商业地产重仓户，这类银行通常不是那种大到不能倒的全球性大银行，而是那些区域性的中型银行。它们的特点是，资产负债表里商业地产贷款的占比高得吓人，有的甚至超过了总资产的 30%甚至 40%。外媒分析指出，在美国和欧洲，有一批这样的银行，他们不仅给写字楼放贷，
还给很多购物中心、公寓项目放贷。现在资产价格在下跌，抵押物已经不值当初那个价了。如果你的银行平时主要业务就是给当地的开发商、包租公放款的，而且规模不大不小，正好处在监管的灰色地带，那你一定要多长个心眼，因为一旦地产商断供，这类银行就是最先倒下的那一批。2026年很可能就是他们命运的审判日。第二类是激进的衍生品玩家，这类银行往往名气很大，甚至是全球知名的投行型银行。他们表面上光鲜亮丽，但实际上内部风控可能一塌糊涂。他们不仅仅做传统的存贷业务，更喜欢在金融衍生品市场上玩高风险游戏。比如说，他们可能会大量持有某种复杂的利率互换产品，或者跟某些高杠杆的对冲基金有深度业务捆绑。还记得瑞信吗？百年老店说倒就倒，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卷入了像 Archegos 那样的爆仓事件，再加上内部管理完全失控。外媒警告说，目前欧洲和亚洲还有几家类似的银行，虽然被列为大到不能倒，但在极端市场波动下，他们垒起来的杠杆可能会瞬间断裂。如果你发现某家银行总是频繁出现在财经新闻的负面头条里，今天被监管巨额罚款，明天高管突然离职，后天财报又爆雷，别犹豫，离它远点。第三类是加密货币与科技创投的深度绑定者，硅谷银行的教训还在眼前，但这类银行并没有绝迹。有些银行为了追求高增长，专门服务于那些高风险的初创企业或者加密货币交易所，他们的存款来源非常单一，全是那些在烧钱的公司。一旦融资环境恶化，这些公司会集体提款，造成瞬间的挤兑。2026年，随着 AI 泡沫可能出现的破裂或者调整，加上各国对加密资产监管的持续收紧，这类深度绑定特定高风险行业的银行脆弱性会极高。你检查一下自己的银行，是不是标榜自己是科技银行、新经济银行？如果是，你要仔细看看它的客户结构是不是太单一了。第四类，可能最让你意外，是那些长尾的僵尸银行。这类银行可能就在你家楼下，是那种非常小的社区银行或者农商行，他们没有乱投资，也没有玩衍生品，但他们的问题在于慢性死亡，因为利率倒挂，吸收存款的利息高，以前放出去的贷款利息低，他们每一天其实都在默默亏钱，他们没有能力通过高收益的投行业务来弥补息差的损失。外媒指出，随着高利率环境的长期化，这些小银行的血会被慢慢抽干，到了2026年，他们可能不仅发不出分红，甚至连基本的资本充足率都维持不住，最终只能寻求被兼并，或者直接关门清算。说到这儿，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了，晴朗你别吓唬我，银行倒了就倒了呗，国家不是有存款保险吗？不是说50万或者25万美元以内全额赔付吗？朋友们，这正是我今天要讲的重中之重。保险确实存在，但是这里面有2个巨大的坑，很多人根本不知道，或者说一知半解。第一个坑叫保险上限的实际购买力缩水。在国内，存款保险上限是50万人民币，在美国 FDIC 的上限是25万美元，听起来好像不少，但是请你仔细想想，2026年的50万和现在的50万，购买力能一样吗？通胀每年都在悄悄吃掉你钱的购买力。更关键的是，对于很多做小生意的朋友，或者是准备买房付首付的家庭来说，账户里超过50万是常态。你要明白，存款保险制度的设计初衷就是保小散，不保大户。一旦银行真的倒闭，进入清算程序，超过保险上限的那部分钱，你的身份就变了，你不再是储户了，你变成了无担保债权人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要跟银行的其他债权人，比如卖办公用品给银行的供应商，买了银行债券的投资机构，一起排队，等着分银行剩下的那点破铜烂铁。按照历史经验，这部分钱能拿回来的比例通常极低，而且过程极其漫长，3年、5年都算快的。你的生活等得起吗？你的生意周转等得起吗？你的购房合同等得起吗？第二个坑叫 bail-in， 也就是内部纾困机制。这是一个非常专业但非常恐怖的概念。以前我们常听的是 bailout， 就是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去救银行。但是2008年之后，各国政府都意识到纳税人不愿意再当冤大头了，
所以欧美国家立法搞了个 bailout， 意思是银行倒闭了，政府不掏钱，而是把银行的债权人，包括你们这些大额储户的债权，强制转换成银行的股权。这就好比你在这家银行存了100万，银行倒闭了，本来你应该拿回钱，结果监管机构过来跟你说，不好意思，为了救这家银行，你那超出的50万，现在变成了这家破产银行的股票。你想想，一家都已经倒闭了的银行，它的股票还值多少钱？很可能就是一堆废纸。你从债主一下子被迫变成了股东，得和银行这艘破船一起沉下去。这就是系统性风险真的爆发时最残酷的现实。那么，面对2026年可能重演的银行倒闭潮，面对这4类高危银行，咱们普通人，特别是手里有点积蓄的中产家庭，到底该怎么做才能保住性命呢？这里秦朗给大家几条真正能落地的实操干货，这都是我自己的资产配置策略，今天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第一招，狡兔3窟，做好物理隔离，千万不要把你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，哪怕这个篮子号称是宇宙的一大行，特别是如果你的资金量超过了50万人民币或者25万美元这个保险上限，请务必一定要进行分流。我的建议是配置3到4家不同类型的银行，一家国有大行，用来存放大额的定期存款，图的就是一个稳字，毕竟大行背后是国家主权信用，发生系统性风险时，国家大概率会出手兜底。一家服务好、数字化程度高的全国性商业银行，用来日常消费和资金周转，图的是快和方便。再找一家在当地深耕多年、资产质量健康的区域性银行，或许能拿到稍微高一点点的理财收益。这样做的目的，不仅仅是为了覆盖存款保险的额度，更是为了防止单一节点出故障。万一某家银行的系统崩溃了，或者账户被临时冻结了，你至少还有别的银行卡能刷，还能买菜加油，保证基本生活不会停摆。第二招，逃离存款，拥抱国债。如果你有大额的闲置资金，金额已经超过了存款保险的上限，又不想去股市里承担高风险，那最好的去处绝对不是银行推荐的大额存单，而是国债。为什么？从法律关系上讲，你把钱存在银行，你是银行的债主，银行拿着你的钱去投资，银行要是倒了，你的钱就悬在半空了。但是你买国债，你是国家的债主，只要这个国家的主权货币体系不崩塌，国债就是绝对安全的无风险资产。而且在现在这种利率环境下，短期国债的收益率往往比银行存款利率还要高，流动性也极好，随时可以在二级市场卖出去，把钱从银行信用升级为国家信用，这就是应对银行业危机的降维打击。秦朗我自己现在的现金仓位里，有相当大一部分就是直接持有的短期国债，而不是简单躺在银行账户里。第三招，构建属于你自己的诺亚方舟，也就是实物资产。银行里的数字说到底只是一串代码，在极端的系统性风险下，代码可能会被清零，可能会被冻结，可能会变得一文不值，但是实物资产不会。我一直跟银龄智囊的朋友们强调，每个家庭都应该配置 5% 到 10% 的黄金。注意啊，我说的不是银行 APP 里那种纸黄金，也不是金店里那些工费很高的金首饰，而是实实在在的、标准化的实物金条。你把它锁在保险柜里，或者藏在家里最安全的地方。这部分资产我们不求它涨多少，求的是在极端情况下，比如电网瘫痪、银行系统崩溃、货币恶性贬值，你手里还有真正的硬通货。这是最后的底线思维，是给你和家人的一份终极安全感。另外，如果条件允许，持有一些没有高杠杆的优质房产，或者其他具备生产力的实体资产，也是一种很好的对冲。因为银行危机往往伴随着货币大放水，实物资产在长周期里是能抗通胀的。第四招，定期给你的银行做体检，重点关注存贷比和坏账率。以前咱们存钱，从来不看银行的财报，觉得那是专业人士的事，以后这个习惯得改了，咱们得学聪明点。一家上市银行的财报都是公开信息，你虽然可能不是专业分析师，但有2个关键指标你一眼就能看懂。一个是不良贷款率，如果一家银行的不良率在最近几个季度连续飙升，而且明显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，
那就说明他的资产质量正在快速恶化。另一个是资本充足率，如果这个指标总是贴着监管红线走，那就说明他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已经很弱了。现在的互联网资讯这么发达，动动手指搜一下银行的名字加上财报或者不良率就能查到，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血汗钱交给那些连自己都管不好的银行去打理。最后秦朗想跟在座的各位银龄智囊的朋友们掏心窝子说几句实在话，财富的积累就像是海边堆沙堡，往往需要你辛辛苦苦几十年，没日没夜的工作，省吃俭用，一颗沙子一颗沙子的往上垒。但是财富的毁灭，往往只需要一个浪头，眨眼之间就能把你几十年的心血冲得干干净净。2026年听起来好像还有点远，但金融市场的传导是需要时间的。今天的隐患就是明天的惊雷，我们没办法左右美联储加不加息，也没办法去帮那些贪婪冒进的银行填窟窿。我们能做的，就是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把主动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，别太贪图银行柜台里那一点点高出来的利息，而去冒本金全无的巨大的风险。今天晚上听完我的节目，请你一定检查一下自己的存折，看看你的资产到底是怎么分布的。如果你的钱都堆在一个篮子里，而且那个篮子看起来已经有点摇摇欲坠了，那我劝你明天一早就去银行开始行动。记住，在真正的金融海啸面前，跑得快从来不是一种懦弱，而是一种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智慧。如果你觉得晴朗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，哪怕只是让你产生了一点点危机感，开始去重新审视自己的财务状况，那我觉得我做的这一切就都值了。麻烦大家动动手指，帮我点一个赞，然后把这期节目转发给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，特别是那些对金融风险缺乏概念的至亲长辈们。你的一个转发，可能在未来某一天，就能帮他们守住养老钱、救命钱。如果你对如何购买国债，或者如何一步步筛选出更安全的银行还有疑问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挑选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，在未来的节目里做更详细的手把手教学。不要等到洪水都已经淹到脖子了，才想起来要造船，未雨绸缪，方能安身立命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秦朗，银龄智囊里一个只说真话的财富讲述者。关注我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